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， 还有脸书，还有 Instagram，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是2024年的7月17号，我们今天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。好，那么来听理查老师的直播课，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。脸书还有 Instagram 上面的朋友，欢迎你到 YouTube 油管来订阅老师的频道。老师在 YouTube 上面的频道是 Richard Chinese Language， 记得订阅老师的频道，支持理查老师。好，老师最近又喝太多咖啡了，喉咙又变得比较不好了，真的没有办法戒掉喝咖啡的习惯。老师一定要加油，努力的戒掉喝咖啡的习惯，至少要让喉咙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。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10014，10014，我们再看一遍，10014。好。打错了，10014。好，那么每天我们都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哦，你会对中文的数字越来越熟悉。好，欢迎 Instagram 上面的朋友啊，好，还有脸书的朋友。好，宋平10014步，裴静第一名10014步，非常好。还有蓝墨10014步，还有春娇10014。好，为什么你不说中文？我说的是中文吧？I'm speaking Mandarin, right? 好的。林子10014步，好，还有 Mandarin， 今天老师跑了10014步，美莲10014，非常好。那么我们现在呢来上课，今天我们要上的词汇，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已经介绍过 Part 1， 今天我们来介绍 Part 2。今天的这个字调，它是 HSK 6的词汇哦，调。好，我们来进行 Part 2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要来学习跟调有关的词汇，这些词汇其实大家会用得到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。第一个词汇，请你跟老师念一遍：吊车。吊车。如果在工地上班的同学们，在工地工作的同学们，有非常多的同学在中国的工地或者是建筑公司上班，你们就会需要这样的交通工具，我们叫做吊车。这样的车非常重要。吊车的功用就是把很重很重的东西吊起来，移动到别的地方，这是吊车的功用。把重物很重的东西吊起来，移到别的地方去，这个是吊车的功能啊。好，第二个词汇，请跟我念一遍：吊桥。吊桥。各位同学，你们有没有走过吊桥呢？如果你走过吊桥的时候，吊桥会特别的不稳 ，unstable， 所以你经过吊桥的时候会摇摇晃晃。好，我们中文叫摇晃啊。这个词汇就像英文的 wavering。好，所以你走过吊桥的时候，吊桥不稳 unstable 不稳，所以会摇晃。你也可以说摇摇晃晃。走吊桥的时候会摇摇晃晃摇摇晃晃。好，所以有的人胆子比较小，他不敢走吊桥，因为吊桥不稳，容易摇晃不稳。好，不稳就是 not stable， 不稳not stable。这个是繁体字不稳。有的人
走路会不稳 ，unstable walking。所以像老人，他的脚可能走路会不稳，所以他会容易跌倒。走路不稳的人会容易跌倒 ，easy to fall。OK， 好，摇摇晃晃哦，不稳。走路不稳的人有谁？比如说脚受过伤的人或老人，他走路不稳，所以他会很容易跌倒哦。好，吊灯，吊灯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你看这个照片啊，吊灯呢通常是很漂亮、很华丽的灯。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吊灯，那你一定是很富有的人。我们昨天学过富有 rich。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你家里有没有吊灯？理查老师不富有，我家里没有吊灯。好 ，chandelier 吊灯哦，好，吊灯是一种很昂贵、很华丽、很漂亮的一种灯哦。好。好，我们来做题目好吗？第一题，我家也有一盏和他家一样的什么？我家也有一盏和他家一样的什么？好，盏，这题的答案我们会因为这个量词哦，所以只能有一个答案。因为这个量词展，所以我们只能选这个答案。这个量词专门用在这个物品上面的，所以你觉得我们的答案是一盏吊车，还是一盏吊桥，还是一盏吊灯呢？请你告诉我答案。吊灯非常好哦，好，我家也有一盏和他家一样的吊灯。我家有这种吊灯，他家也有这种吊灯。好，各位同学，灯的量词我们用盏，一盏灯，一盏吊灯。好，特别注意这个量词比较少用到，我们把它记起来。一盏灯，一盏吊灯。好，好的，各位同学，你们家有吊灯吗？如果你家有吊灯，你是一个有钱人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题，什么的功能是把重物吊起来？吊起来。好，功能 function。好，是把重物就是很重的物品，很重的东西，很重的物品叫做重物。好，那什么东西的功能 function 是把重物给吊起来？好，这题应该不难哦。很好，吊车的功能是把重物吊起来。吊车的功能是把重物吊起来，不难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些词汇你把它学起来，其实不会很难哦。吊车的功能是不是重物哦，是重物，好，把重物吊起来。好，答对了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题，这题你们会不会啊？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师刚刚教过的词汇叫摇晃？摇晃，摇晃 ，wavering，摇晃。好，那这做什么摇摇晃晃的？好，这里的摇摇晃晃当做形容词当做定语摇摇晃晃的，他不敢走，不敢 ，dare not，dare not。好，走就是 walk，to walk。好，这做什么摇摇晃晃的？她不敢走，因为这个女生胆子比较小，所以她不敢走什么？这座吊桥摇摇晃晃的，她不敢走。好，答对了。这座吊桥摇摇晃晃的，她不敢走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你现在学习到了两个量词。第一个量词是用在吊灯上面的，一盏吊灯。第二个量词是用在吊桥上面的，这座吊桥，一座吊桥，两座吊桥。老师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，
请问吊车的量词是什么呢？你们知道辆车应该用一什么吊车？你们觉得吊车的量词应该是什么？一什么吊车？我刚是把答案讲出来了。对，一辆吊车哦，车子 vehicle， 车子我们都会用辆，一辆汽车，一辆卡车，一辆出租车，一辆公交车，一辆吊车。好，所以这些量词，请你们都记起来：一辆吊车，一座吊桥，一盏吊灯。好，广告时间，请帮老师点赞、订阅 ，hit the button。好，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很喜欢老师的直播课，理查老师也希望你可以支持我，每个月$2 2 US per month 就可以 support me， 支持理查老师 ，buy me a cup of coffee， 请老师喝咖啡，成为老师的 YouTube member 小土豆，老师的油管会员。好，那么一台车是台湾的用法，可以在台湾可以在大陆比较少讲一台车，在台湾可以说一台车可以的。大陆比较少人用一台车，大陆用的是一辆车，一辆私家车可以，很好。好，在台湾可以在台湾可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词汇，调有一个重要的词汇叫半调子，半调子，半就是 half， 半调子。老师，什么叫半调子？好，如果我说你是个半吊子，这是一个贬义的用法，表示我觉得你对某种知识只有粗浅了解。OK，you have superficial knowledge about something。好，所以如果我说学习中文啊，你是个半吊子，表示你对学习中文不了解，你没有很厉害。所以半吊子是一个贬义词。如果有人说你是半吊子，表示他觉得你对某一方面的知识不够好 ，not good enough。所以这是个比较负面的词汇半吊子是比较负面的词汇。好，我可以说他说的中文是半吊子中文。老师，什么叫做半吊子中文？表示他会说中文，但是说的不太好，他对汉语的了解不够深，他只会说半吊子中文。你的中文 ，Yeah，you can speak Chinese, but not good enough。你会说中文，但是说的不够好，你对中文只有粗浅 shallow understanding。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, like very low understanding。好，所以如果我说你讲的是半吊子英语你的英文是的，你会说英文但是说的不是太好，说的不太好，你的英文说的不好对某种知识只有粗浅了解的人好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，它在音乐方面。好，方面表示 aspect。当你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，about this topic, about this aspect。好，它在音乐方面。When we talked about music, he 它在音乐方面。好，这边是在什么什么方面 ？Like when we talk about OK， 半个调子只是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它在音乐，它在音乐方面只是个半调子。答对了。好，它在音乐方面只是个半调子。只是个半调子它在音乐方面只是个半调子。什么意思？老师，什么意思？表示他知道，他懂一点点音乐，但是不够好，只有一点点的了解。他在音乐方面，他是懂音乐没有错，但是不够好，
只有粗浅的了解 ，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，superficial knowledge， 粗浅了解。好，所以其实你觉得他音乐没有很在行，他的音乐没有很好。He's not good at music actually。好，我在足球方面只是个半吊子，可以。我在什么什么方面只是个半吊子，我在运动方面只是个半吊子。哦，他在什么什么方面只是个半吊子，表示语言方面只是个半吊子。我可能会说2种语言，但是这2种语言我都不太会说。You can use 半吊子 for a humble use. You want to humble yourself. You can say that. 没有啦，我中文没有很厉害，我只是个半吊子。Yeah, you can use 半吊子 to humble yourself. When someone say, "Wow, your Chinese is really good."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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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'm just a 半吊子。哇，你的中文说的真好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在中文方面只是个半吊子。我只是个半吊子。你的足球踢得真好。没有，没有，半吊子，半吊子。我踢足球只是个半吊子。好。半桶水啊，比较少用半桶水，我比较常听到半吊子。半吊子很常用。好 ，OK， 好的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题。我听不懂。OK， 我听不懂。半，它的调子，英语。好，那什么意思？表示他的英语，他会说英语，但是说的不太好。只有粗浅了解。他可能只会说 Good morning， Good day， Nice to meet you，nothing more。好，那他只会一些基本的英文，但是没有很了解，不是很厉害，半吊子。半桶水听得懂，其实半桶水是听得懂，但是我觉得比较少用吧。听得懂好也可以啦，但是我觉得比较少用。But understandable， 半桶水 understandable。我听不懂他的我听不懂他的半吊子英语好，我听不懂他的半吊子英语。我听不懂他的半吊子英语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说某一个人说的是半吊子中文，说的不太好。你中文说的真好我只是个半吊子 ，I'm only a 半吊子，我只是个半吊子，我没有说的很好。OK， 好，所以希望你了解这个词汇啊。好。半吊子这个词汇可能对你们来说有一点难，但是如果别人这样说的时候，他可能是自谦。老师刚刚说 humble himself， 这个人可能是 try to be modest， 自谦我就会这样说理查老师，你的英文很棒。我的英文只是个半吊子，我的英文只是个半吊子。Maybe my English is good。But I want to humble myself. I want to be modest. Then I will say, 我的英文只是个半吊子，我只是个半吊子英文方面我只是个半吊子。OK， 好的，那今天的课就说到这儿。明天星期四，我们继续来学习调这个字，因为调这个字的意思太多了，老师希望你可以学会它的意思好，我们明天见，各位同学早点休息，晚安喽，拜拜。